而且这张地图就是短板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短板博弈杂货商其实是比较占优的。大房其实大房这边的话，可能是要被守追的一个位置了。香雾们也很清楚嘛，你这个阵容其实每个人都有一溜的能力，就看谁可能会带化险为夷，会站在相对安全一点的地方，所以他可能直接去大房找一下小夜明。那这里有一个长墙，是可以直接开出去的。哎，哦这边是走到脸上了。那这个身具是非常近，只能迫不得已去交一下道具了。对，但身具拉不开，一个藤蔓咬到就有一刀了，而且是一炸一刀。哎，这个实在是没办法，主要还是前面走位亏了太多了。对，他可能刚好有一个模型遮挡住了监管的一个视野，就是他没看到监管的红光。对，那这边的话也是把第二个背包给交出去，不能在大房继续牵制了，得转下一块板区。但是这个技能中空期有点难撑啊。极限面碎石一炸就会倒地啊！哎，一个高拖了一个悬停出来的，然后把背包也拖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道具都已经交光了。飞轮移形在这里压迫，但这个刀气它是比较难抽到刀的。对的啊，最后还是给搏到了啊，因为这里有个碎石区域减了交互，而且它本来就有个突发性震颤减自己交互嘛。其实已经是算搏了比较久的一个时间了。这样开局一正一刀的情况下，这已经算是牵制不错时间了。但同样的，飞行家的痛点就在于16把道具耗光，那就没26能力。对，后面的一个拯救价值很低。看一下守门人的话，已经是下场过来，肯定是要先去卡半救一波，看一下这波救人位他的一个状态保持的怎么样。因为如果对于监管来讲，理想情况下我也可以打一个很多的一个状态下去的。对，碎石炸一下，然后再给一刀嘛，而且有震慑的风险。哦哟，还行，是这扛住压力。是掉了3/4的一个状态了。那小夜明也知道自己没道具，只能是倒的离这个密码机队友远一点。再往角落去倒一倒。那后面没有化险为夷了，就救不救人是一个选择。有可能还是就先卡一卡吧。已经在调整状态了。对。魔术师的位置比较远，但是咒术被通缉了。那这样的话，星夜没撒手的话，其实对于星安木们来说，所有人位置都确定了。刚刚2个人在互摸，而且远端密码机在摇，3个人位置确定，他可以直接压出去。是的，他现在直接就逼到了狗狗跟11的一个中间啊。可能你这边想救人也来不太及，密码机也不敢修。是，等于是小夜明已经提前淘汰了。对，你现在再赶过去的话，只能是往那边走一走，但救下来已经不太可能了。是11也是给你点压力，不让你又能够追击，又能够干扰到密码机。那西安乌梦还是保险起见，绕的多一圈，直接追这个救人位了。对于11来讲，其实他的状态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如果他出场以后啊，一炸一刀就会倒地了。就反而有这种隐藏伤害在的话，后面新安乌们就可以考虑藤蔓捆住，然后再一炸一刀。我铲子的持续时间还是能让他拖，对，拖很长的一个时间的。最后一点，再一个震颤，这个落地没有炸到，短板还能搏一下。哦呦，直接过板，很想秒杀。对，但是11这边很有意识的，我就宁可吃你的实体刀嘛，我只要走位上一定要躲掉这个碎石。在下板规避这波藤蔓。哎呦，铲子下了很极限，直接传送去守最后一台。对，感觉如果追下去的话，大房这台密码机会修的差不多。但是刚刚其实追击11的过程中，也给狗狗攒了喉，打断了翻窗，不能翻，哇，超级慢翻。对，那现在的话，其实他也是稍微有点危险，不过好在手里是有4层咒像的。哎呦，哦，这边提前预判你可能要去电我了，所以说我直接在你脚底下放一个碎石。是的，这样压住了大房的这台遗产，然后守门那边是不可能来救的，所以说看一下能不能拦到魔术师，因为那一台密码机其实差的会更多一些。对的。那咒术师这里只要下野就能交一个3层喉，2流空间还是很充足的。所以现在星安乌梦最好的争胜面就在于让星焰救不下来。那星焰这里已经卡的位置很好，对他也是打算压满嘛，因为我卡半的话会有风险，毕竟密码机不够。
卡满救，项目们也不着急。他现在万一贸然出去，人被白透了，反而更亏。对，因为本身咒术你就算当面救下来，不打他针对他都容易溜起来嘛，更何况你给他身位了。这局是全都有回光返照的，这是活的这3个人，所以求生者只要等密码机压好，稳稳的救下来。哎，这里这一刀亮，手里是有5层咒像的。哎，这边碎石是放到了自己脚底下，而且这里飞轮顶掉了，直接给你来一个3层。3层咒像的话，继续绕大房。现在我们想下一个藤蔓，看能不能咬到，已经进板了，进了一块长板，翻了过去。要注意一下地窖的位置哦。感觉应该是在桥边，对桥的那一侧，所以说还是离咒术比较远的。近点门这边是有机会点亮的，但是已经过不去了，它毕竟没有弹射，比较边缘了。传送也是不敢交，万一交过去门已经开了，那其实白交还有可能咒术师交自愈，所以最终是一个平局收场。这把的话还是会有点看对面会不会给到你机会。对，后手去拿艾维的话，其实只要他在，也能给到对方 BP 上啊选择上的放大防太明显了。对，那这样的话也是做了一个保险啊，省得你选星源右边，我直接魔术师站到那里去。是。那这样星儿开局是有一定拉点能力，而且有机会苟起来了。跛脚羊其是直接就开始往星源的方向去走了。那看18这里好像也优先拉点，主要是还有魔术师在啊，他会帮你稍微的去卡一下这个耳鸣。窥视者插住，其实他并不是想抓魔术师，直接干扰你，对，然后再去找幸运儿，但是这一波他以为幸运儿反拉了。主要还是没有太明确视野，不过他确定知道你是在得到另一次，我觉得这边是看到了，对。交怀表，哦呦，只要没钻，其实还是有机会的。哎，但是第一个笼子的话已经是废掉了。不过确实因为有插眼，有点干扰到魔术这边的一个破译，他自己也不敢修得太踏实。对，那现在没有道具了。操作空间就很小，直接给到1刀。是的。再来一个围龙飞轮规避一下，但是这个围龙持续时间，他好像没有机会操作了。啊，这边还是给击倒了。密码机的话加起来是2台。有地下室。对，开局就有在这边注意到了。那魔术师也知道你挂个地下室，上中下3层全部一个窥视者都能透视，所以我干脆换密码机了。看一下他们换一个人再过来去卡，通缉到了气象学家的一个位置。外面倒是有2个化险为夷，但主要是这个地下室实在是会有点难受啊。一刀预判一下他落地，想打落地刀，但是人的话已经救下来了。不过这边钻过来还是精准的，先打到了星源的一个倒地。是。那其实求生者还小赚一些，毕竟是地下室啊，你只是1/4的伤害打到1刀大负，套了个化险为夷。看一下18的话，尽量是带走地下室的一个位置啊。皮皮虾已经做好准备去套第2个化险为夷了。他们也知道真真他是有带巨钳的，就是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再挂回去啊？就近挂了。胡导想去补这个2楼的密码机。已经看到皮皮虾了，对，感觉刚刚的话也是有看到你，哎呦，这边的话逼救的有点早啊，对，救还是能救的，就是救的有点早了。这个强风是推到结结实实的跛脚羊身上了。是的，这边的话也没有什么帮的必要，赶紧拉开，因为现在大家的一个状态都不太好，而且密码机也不太够。针灸也看了一眼皮皮虾，如果给机会的话，他是很有可能一个回头围龙去击倒他的。因为你的身位其实还蛮危险的，是我的一个围龙可以罩住的范围之内的。吉祥应该是想给自己下个暖雨，但这个节骨眼下暖雨你回不上的呀。对，时间上来不及。这里一下子18挂飞以后，正是真真就想找一个追击目标的时候。而且真真现在手里的一个愿力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接下来面对到他的人，这个牵制压力还是很大的。皮皮虾想先苟一下，但是感觉真真这边总是能很清楚的洞悉求生者的一个位置啊。是，
哦呦，想用这个密码机挡一下的，挡一下。对，不过耐不住你这边愿力实在太多了。是，而且这个提前交的围龙也很精妙，封住了他的一个点。哦，又来到了地下室的这个点位，那这样的话，他们手里是没有化险为夷了。但同样的，外面的最后一台密码机也60多，只要正常的救援，我觉得还是有机会打3人开门战。看一下，顾草好像已经贴过来了，就在旁边。对，找了一个大树根在绕。这边也是等密码机压好先，因为皮皮虾的话手里还是有一点道具的。想打落地刀。哎，这一波可以来个落地刀吗？这个围龙。哦，应该是想打一个，就是你回光返照以后还得拆龙。对，2个人出不去，不过手里有一个强风，是把气象瓶给用光。2个强风其实起到的作用很关键。对，而且你现在追枯草的话，这个怀表你是没办法处理的。那其实还是想去管一下皮皮虾，对，没道具了。那我挂上之后，其实真真手里底牌是能好的，看一下能不能拦住啊。因为大副那边是刚刚把道具交过了，而且不敢直接走门，一旦传过去的话，围龙是让你有门开了你也钻不出去，对，能给你传回来。那看一下透视，这样地图其实是很容易透视到的。刚刚应该是没看到。对，真真这边还是要再去排一排中场有没有去卡人。地窖就在大房的一个附近。移形先到门口看了一下，把魔术赶走。那手里的愿力好像是不太够的。气象马上挂飞，挂飞以后5秒地窖就开启。对，针灸能嗅到吗？这里2个围龙是有机会的。到了脸上，他得拆龙，打一刀不行，对他必须在龙内打一个挽留刀才能击倒。他是什么？他是愿力都用来赶，他就不太怕你过河或者是坐车之类的一个操作。是我可以嘿就过去了。对，而且的话也比较有容错。如果说他再带了一手位移技能的话，我觉得其实你在喧嚣面前跟他拉点是没太有用的。喧嚣他不需要闪现，他就是带移形。所以说，其实他是可以抓哭泣销售的。对的，他跟歌剧不一样，歌剧的话怕的是什么？我飞得快，你也跑得快。但是喧嚣的话，我远程我一个双重惊喜，万一你被那个火碰到了。但是江秋的话，直接去了终点站，没有想跟你们去打那些弯弯绕绕的过山车什么的。是啊，我直接来站台了。而且这样你这个哭丑很难起到帮助。对。本身你选在那儿起点站修的就会稍微慢一点嘛，我这边直接来终点的话，起追的节奏还是会比较快的。气枪这个位置就看怎么去躲第2个双重惊喜了，已经上到2个标记了。手也是有层云的，提前有画好。这个抽能不能抽到？封住了一定点位，但也提前躲了一下，想压回来狩猎本能。我接下来马上下一个气象瓶的一个时间也被续出来了，一个强风。现在气象其实最标准的牵制就是2个层云1个强风，不敢翻，怕出事。先吃一刀再翻，不过翻的速度比较慢，所以说马上一下子上了2个标记，直接击倒。对，主要前面还被焰火舞台给沉默到了。是。这一波受伤加速，感觉还是绕一圈好好的，反正自己还没窗弹。对。这波翻装太伤了。看一下这边孤肘是被通缉的一个状态，然后11是已经集中过来了。还是要防一下被拦截这个风险，因为毕竟前面技能也没交，而且开1阶了。对，但野人上猪过来救的话就没太大的说法。一刀有没有双刀可能？很难。哇，那这样的话也有机会。对，因为其实救下来也没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去啊，这边有一个短板。直接双倒，这江秋熟练度很高啊。对，这边的话也没有丢失星焰的一个视野，应该是要倒到一个小夜明能够 OB 的位置。准备了，来了。啊，倒的边上。江秋也在防，也在看你的位置有没有来。这个距离应该是比较难了，因为比较远。对。哎呦，想用帘子挡住自己的一个火箭，冷不及防突施冷箭。对，但只要你这个火箭只要出鬼屋，对于监管来讲还是能看到的。是。这样的话，看一下小文明这边其实也
不太好前期就贴过来，密码机的一个数量是不太够的。我就给到了这个通缉，现在有点炸晕办法。对，那这样尽量是套个化险为就走吧，我觉得。哎呦，哎，人还没救下来呢。哦，好在是最后还是扯下来了，还行。虽然说这个伤倒不可避免，但至少人是救下来了。人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先入为主，他觉得救下来了。因为有时候条确实扯到99的时候就松手了嘛。嗯，那这里双龙惊喜还能折吗？只有一个标记，主要是手里也没飞轮，其实操作的空间不是特别大，只能纯靠走位。已经是，我觉得已经是拖了很久，毕竟他是出去了这个化险为的时间之外了。那问题是2波救援套了化险为1都双倒，这样的话自愈要交很多啊，而且密码机其实现在差的挺多的。对，直接来抓狗狗，狗狗已经偷偷摸了个香水。那现在就全看狗狗。我烧着不好交，哦，交出来了。打回去，你回了以后，庄园老友，但是还拉不开距离啊。这边感觉还是要吃刀了。给刀。手里有一个弹射。就击倒以后，枯丑跟野人都不在同一个位置，他们补不了状态。而狗狗刚刚是唯一一个满状态，它被追的话，求生者后面不好救。是的。而且看密码机的量的话，也不太支撑他们直接压满过来啊。哇，江秋对于这个盾的计算是很准确的。那这边的话还有地下室。那除非压好的情况下，野人就骑猪下地下室救呗。对，野人来，因为最后一台密码机在枯手手里，野人这台是能亮掉的。但如果你亮了的话，位置是暴露的。对，江秋也知道你在终点半场，我可以先去逼你。对，而且这个伤害穿透性的呀。在柱上也是会直接倒地干下来。对的。只能骑，我觉得要不冲着跑一个去就不救了，因为你过去救人，你目的太明显，太容易上惊吓标记了。对，反而是你在这边稍微迂回一点，江秋这边还不太知道你的方向。对。但同样的感觉，密码机压好以后，后面枯丑贴门，他能把移形拖出来。江秋能把移形拖出来吗？有挽留的，就差一个标记了。感觉是完全可以的。因为另外一边其实往左倒，对，尽量往左倒，离起点门远一点，这样移形你挂完人以后也是离门更远。不过11这边走位很秀啊，是躲掉了这边的一个粘土的，然后这边一个加速，逼出了一个空中飞人，这边猪也结束了。那这样离起点比较远嘛，而且你避过，其实可以不挂野人，但同样的你移形应该是来不及了。对，移形过去的话，其实门可能也差不多就要开了。这个野人还是要管。那下一个3抓，不得不说这追击可能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但你看到真真九神秘的一笑，就感觉还是更相信自己的一个角色熟练度。你首先闷掉化险为夷的话，你们救人带不走。哎，选在这个位置吧。觉得这边人的话，其实也是比较密集，它是可以1追2的。就压迫一下入殓师，会去干扰心理的破译。直接把14人给照出来，就往入殓师的一个方向去了。入殓毕竟开局是刷在一个大空地了。好，直接起了一个杀星，进入到一个追击的一个节奏里了。本体跟防止侵蚀度掉，然后14人出去控场干扰密码机。但皮皮虾那边修的是绕到了，这一刀拿的很舒服啊，对于监管来说。而且平地刀一给你，后面甚至闪现还能省到第2波，移形还能省到第2波。它这个侵蚀度还是很高的。而且前面的话你是有一个不停的干扰嘛，所以说密码机也会慢一点点。把它架在里面，14人寄速的越早，第2波寄速也更快。移形直接交，就觉得前面的话，我这个身位跟上，我是可以直接给你击倒了。是飞轮，那进不了板。对，直接倒地。其实移形跟这个寄速是一个道理。对，无论是留哪一个，他都有机会在你灵柩反身以后，我快速拉进你身去。这波得先传陶片吧。
哦，看一下。哦哟，就感觉一上蚁入殓师身上的很多选择。对他这个倒计时有点多。这样的话，还是因为击倒的也比较快，而且开局你是比较仓促的在2站下放的，这边真真9赶过来的一个速度还是很快的。再技术一下干扰密码机，但是你看火灾调查员完全不怵，我知道你要抓18，那我就修机给队友分压。是的，点满了你也不能说传过来打我一刀嘛，肯定还是要针对入殓的。把这个交互点封住，那没飞轮的话18就很难受。这边快要叠满了，没办法了，因为你也没有说往外转的一个说法。那这样进入到一个2挂的节奏。对的，想的是先减员，后面再去想办法。而且其实过程中它干扰了很多密码机。对。只是求生者这里思路太清晰了，我知道你有针对的目标，那我这里哪怕逃偏激素了，我也不带撒手的。我先硬修，修到我这边能拆了，我就给你摁住。对。这里看一下，皮皮虾还是有一个化险为夷的，还是能拖这个时间。想无伤救。哇，那这样甚至保留了被动。对，因为这个棉炉放的位置非常好，正好卡在了这个椅子的一个中间。移形直接先去本体站住鬼屋，想拿一刀平地。先把他状态给打下来。然后伊斯人一会大不了寄速过去，还是能拿刀。对，丢不了这个入殓师的一个位置。追猎一起。这边有一个哇拿刀的一个机会了。对，皮皮虾这里其实短板博弈走位来说很细啊。是的。这样有点不敢拖了，先寄速一下，把伊斯人拉回来，让鬼屋这台修不了，然后再先把18挂飞。但求生这里已经做好了2种准备，反正逃脱大师是一个无伤，他可以直接清起一台。他状态都是保持得很好，包括心里他的应激也还在的。那看一下脸上就是枯草，3边都在给压力。真人9这里只有2个呀，伊斯人跟本体，你没办法去同时管3边的。就火灾那台密码机是一定会放掉了，就看一下本体跟伊森能不能控住起点这边。不过终点站他们还是有多留了1台密码机的。皮皮章可以再修1台。对。不过主要是把逃脱大师往这边赶的话，伊森也是贴到了3站的一个位置。继续技术干扰。那心里把这个陶片一拆，鬼屋是可以修了，因为他也被寄宿过，鬼屋又没陶片。那真人9本体只能去分担一下鬼屋的电击压力。而且这边就算打一刀的话，其实心里还是一个满状态的，他也不会说因为成为一个残状态而不敢给这台密码机的压力。对。再加上鬼屋还有个高低差，只是不给平地刀就行。对。你看，慢慢的密码机都在磨。这边的话，因为2站那个是被摁住了，所以说只能传到起点站，很难受啊！真人9什么都拖不出来。对，就是只是密码机被求生者这边一点一点的给磨得越来越多。对啊，道具没逼，状态其实你磨心理状态是没意义的，心理反正开门战横竖都是1刀。对，但你磨其他状态心理也一样可以给他们补。这就是角色的克制了呀。对，这2手节奏是比较难去续的。就看成都机器开门战有多稳，谁能够去顶住这个压力。现在皮皮章也知道我压不住了，不是那个真人9也知道压不住这个皮皮章的密码机了。是的。这边想要保险一下，皮皮虾也过来帮忙去给一下密码机压力。哎，他没注意到是可以把陶片拆的直接亮的。那也没关系，因为枯草那边也是觉得你多压了1台。对，你把本体跟伊森都放在3站的话，我可以再修2站嘛。逃脱大师甚至被动开门战还在。对，这个是很强势的，毕竟你是个单刀监管，挽留都能挡。对。而且这里皮皮章手里有道具，其实可能最好追击的是心理学家，因为毕竟他开门战比较白板。但白板一般不贴门。他已经消失了。对，贴门的是2个能牵制的人。先把气囊打掉，那要传过去了，走地追。敖大师说：“从未如此美妙的开门战。”有被动就是很不一样啊。
哎，皮皮虾在旁边，啊，但是感觉真真这边没注意到，他眼里都是逃脱大师。追猎一起，大奶翻。就他现在律师还害怕挽留呢，他都不怕的。那这里的话，皮皮虾想过来点门，是被真真给抓住了。如果平地刀接倒的话，这个地方确实不是很好牵制，这个板是已经下掉了。哦，伊斯人能不能找到枯草呢？打断，但是陶片还是能拆掉。那门是够开的。就这个伊斯人直接走路去找，那个门会少一点点啊，看一下能不能拦住这边的一个逃脱大师。找到了，大师先进板玩一会儿。对，主要他身上还是有这个被动在。已经开了，门对，开了。而且你打他也不是啊，他一下一个位移就跑，哎，但是吼到了。只因为在人群中偷偷看了你一眼。他这边先把火灾这边赶出去，是能够完成一个3抓的。哦，还是开门战这波，我觉得真真他的一个心态稳住了，因为你想，他到击倒心理学家才开了自己的2阶，对，前面连2阶都没有，这个控场根本就没有任何压，能不能？因为球商的阵容，我觉得也是防到你这手破轮的。是，就看飞轮带的多不多了。如果是防帮帮防割据，我觉得双弹可能带的会多一点点。对，但是打破轮的话，确实飞轮取决于你在2阶以后还有没有。牵制能力，对你没有飞轮没得溜呀，对吧？一个把火灾跟病患是放在了墓地的一个位置，然后古董是在甲门，是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破轮追击的一个点了。我觉得这破轮是冲着好这个时装是冠军时装，看一下直接冲着墓地。这边来哦，假意啊，其实是来到狗狗这边，因为这边的话相对来讲是，比较难去牵制的。看上次，前期只能用走位去躲，手里也是一直有捏着自己的气囊，逼了一个变身，那可以直接交一个加速，我去到长窗了。但是长窗只有1个，如果你2个人翻的话是很大压力的。没带封窗，这里翻一下。应该是要换抓了，要逼里面，但是其实小夜明这边也是具备说，我大概有一个身位可以拉到，吃一次以后我勾出去。是的，哇，这边躲得非常好，这里蹭到了一根刺，怎么说？一个勾，已经勾出去了，这边丢失位置了。那长窗现在空出来可以玩了，对，那只能变了呀。主要是你想要绕过这个窗，要绕很大的一段路。他可能考虑的就是我看能不能夹到。没夹到的话，我一会儿闪现开出1阶以后，那你是很难牵制的了。那小夜明的话也比较谨慎，我一直给你在拉身位，不让你有一个很明显的闪现视野。这边看一下能不能上到2根刺，上到了，再反撞出去，那赶紧拉开身距，而且手上又有钩，一会儿直接先拉点了，对，还有气囊辅助一下，可以帮忙堵一下路，在后面先观察一下。这边又变轮了的话就。哦，堵住了，直接闪弹出来想扛，很关键，没有扛到。那先回去把气囊给收一下。那这样其实前期牵制已经很久了，1分40多秒的上移，后面还有古董伤，你技能也是教过的。对。这把机的话得靠后面再去补一补，因为前面毕竟是2个人一起去牵制。那看一下病患这里也是被挪走了，因为会干扰到狗狗的一个破译啊。是。但这样呢，逃脱大师就跑得更远了一些。是，他可能是想着优先先解放一下密码器。哦，打到了一个被动，有一个切成窥视者了。位移。哎呦，得小心震慑。那这里防住了以后，病患的3个道具都已经交了。翻出去没有任何加速，感觉还是得吃平地倒。他先已经在尽可能的往这边。对他先带走那台红内艇，然后往古董商这边靠。还是不能倒空地吧，得倒个板区，不然心眼一大片空地操作不了啊。倒的离椅子远一点。哦，一个云门过来，对，只是骗你一下。那这里不行，一定要去变轮，先至少给他上点刺，处理一下。对。就是让你的一个 OB 的压力变大，风险变大。上到2层次的情况下，你没 OB 到，你可能自己还要倒。对的。
现在再来的话，那太危险了。飞轮，哎呦，3棍都没有，气球刀直接击倒，那这就是OB的风险。对，主要是刚刚那个位置太空旷了，其实每一棍都打到了，但是没有打到一个建筑上。是的，这就是很尴尬的点啊，就是你倒空地的话，特别是破轮，它必带张狂，是敲不动的。敲不动，有耐受力。那这样的话，能过来卡满救一波。其实狗狗也不太好救啊，它身上已经有2根刺了，手里只有一个飞轮。我怎么感觉这逃脱大师帮了监管2波呀？他就把人就是换远之后，其实求生会更难救一点。对呀，但他不是求生阵营的吗？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换的椅子了。墓地这边的话，如果说再往2楼下那边换，又会干扰到密码机，就有点两难的一个处境。还有这边的一个还弹歪了一点点，现在有吸血飞轮还失误，这样一个吸血挂到打刀，然后再回头一个悲观，有个双倒机会。啊，先夹，现在不在一个捏悲观的一个范围之内。也倒了，没办法。那这样其实已经对球生来讲，应该是一个4抓局，因为密码死亡了。对密码机差太多了。这边桃子大师就算把2楼给修开，也只是第4台，还差一个整的第5台。而且他自己也不好救这个人，他手里是没有飞轮这样的天赋的，是完全救不了。对他下来吃一刀就倒了。对。拖一下自愈的话，应该也来不及，因为你就算现在起来了，离椅子也比较远。哦，要翻下来试一下嘛？但我只要找准你的落脚点，打一刀就可以了。对的。那最终拿下一个4抓。颜值把让这个奥飞帮我卡这个板子，我自己去前面。但拉下时也可以什么？我把你奥飞喷满100，然后我不管他，拿你刀，我可以绕过他去追你嘛。是。而且拉将士他们求生者是随才行。这个位置佣兵肯定是不太能抓考虑了，对。那就前期就是往记者那边去独栋。记者其实就直接冲着皮皮章的记者去。前面这个车还挡了一下，直接封了密码机不管了。对，那皮皮虾也有爆点啊，中场没击，2楼这里可以拉墓碑。想管一下18吗？还好像有点犹豫啊。那18这里也是有提前拉走了，对，都不在一个喷射范围之内。这样抓，想回头看，先封一下。皮皮虾在这里勾着。对，但毕竟是个4黑交流嘛，有人往同一个点位转了，那其他人就反拉走了。信息差很少，他可能想直接去找古董吗？用技能去找，移形直接抬2楼，移形直接追18。但是一个高喷就出去了，移形就废了。对，生机又拉开了。这长窗他其实正常来讲，移形可能是一个终结技能嘛，但现在的话，其实还是跟你开局直接追击他上拉是一样的。是，主要是我在想，这里凝住以后有刀吗？那么远的长窗，你走过去他可能会解啊，看一下，有刀，打一刀，但手里是还有2个道具的，而且你没有技能。想换追，但这边的话，感觉不一定很好处理啊。古董商也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止戈去把这个蜡卡掉的呀。对，就是我满的一瞬间，我也给你打止戈嘛，对吧？你也出不了刀，而且密码机掉的其实很快的。太快了。封了一下甲门。古董商这边是一个云梅被挡，对，没有回去。本来他是想转世去拉的，但是后面又想着说我云门直接过窗，直接翻箱子，准备给古董商接力赛。说是哇，古董商道具还有1半呢，一会儿找个拐角直接3连棍，用完了就捡。这个是很好溜拉像师的一个点，能绕很久。
而且你一旦有拿到机会的时候，他也能够拼刀了。对，哦，哎，先躲一下，骗了一波。那现在90多，马上90多啦。哇，倒了。前后的一个控制，身位控制的很好，但是密码机已经超过3台了。然后还是起追的一个时间比较晚吧，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找一下这个古董商，但前期一直没找到。嗯。那佣兵一会儿掏个化险为夷，这开门战应该是肯定会有的。对啊，甚至佣兵能接受双倒。他双倒了都能回来把这个密码机开了，就剩4%了。对。另外两边的密码机又比较远，现在干扰不到。对，根本封不到。正常的卡半救。想弹双倒。哦，熟练度展现下，双倒了，但是皮皮虾这里得要交移形。想把这个密码机点开，让它点开了。但这样的话，其实这个双倒也对真人来讲没什么收益，他们还是有记者可以过来。对呀。记者掏个化险为夷就行，然后飞行家去修最后一台，最后一台应该是2楼吧，2楼又很难干扰到。对，而且佣兵是倒在了墓地门的，一会儿亮了回光返照以后，它贴门会很快。如果说你想再去封一下门的话，那可能古董商会溜走。觉得可能记者一会儿拿这个奥飞一块救，要去管一下。蜡像是没办法同时把奥飞点了，把人也点。对，他只能管机子。那这样的话，求生者就完全可以拉扯，即使是一个比较近的密码机也能拉扯。而且古董商那边是捡到了怀表啊，把自己道具用完捡到了怀表。这里有皮皮章的一个陪跑的话，你是不好终结他的。是，他只能钓鱼。把佣兵调出来，交了自己的自愈，手里还有一个护腕。够，护腕弹走。只要拖出古董商自愈的时间，然后再想办法拉开距离，就多修一台。看一下他们剩余密码机的位置，在独栋那边还有一台，那个是非常远的一个距离，应该是不太好同时管这2台的。嗯，佣兵倒是没自愈了，那记者可以想办法过去摸。而且中场这台的一个进度比较多了，会让真九比较在意，就是不太敢走开这边。嗯，皮皮虾现在任务就是什么？我完全作为一个控场位，我反正不修机，不摸人，啥事儿我也不干，我就等着队友，就相当于现在可以当。皮皮虾不在了，不在这个庄园了，但实则他还在。对，这边把移形交了，想看一下能不能快点处理掉18，因为毕竟他手里没有道具，而且是个半状态。那边已经是爆乌鸦了，2楼也补上了。对，但这里18应该很难牵制了。摸上佣兵，对，基本上摸起来。但成都机器的任务是跑一个，他可以直接把18卖掉，然后有个人卡在脸上，另外2个人走门就可以了。还是想来救一波吗？我感觉可以直接亮了再考虑救都可以的，因为你移形刚刚也交过了。皮皮虾过来卡着佣兵贴门点门就行了。对对，只要走一个嘛。哦，那记者也可以再绕过来卡，反正是1挂，2边同时给压力，而且只能处理一个。真就没挽留啊。这边走过去想管门的话，门应该是就直接开了。而且皮皮虾还有怀表，它可以绕圈圈，一会儿走门。而且走开这么远的话，18如果能救啊，季季想救的话是可以救下来的。对啊，那个救人娃还在呢。交上怀表，这时候再回头。但2个人又已经拉开了，因为本身记者就本体没有贴得太近啊，你过来还是只有一个飞行家。对，其他3个人走那个门是拦不住了。啊，再回头，这找不到人要被撕跑的。18这边应该不太好走啊，门是点不动的，然后真本体站在地窖，就怕他找不到人，完全找不到那种。他还在以为是偏独栋方向，其实飞行家已经绕过去了。是的。再一会儿队友搬个道具啥的。再来个奥飞卡卡尔明啥的，好像看到了。这边应该看到了，对，刚刚蹲在那个板子后面的时候漏了一点点。
移形交过去应该是不太好走，毕竟没道具嘛。再绕，来了，全军出动，先把这些交互点给封来一下。扛蜡了。 3个人一起来了，先本体躲，但是这个蜡还是比较多的。77，热蜡是没法扛的，没办法。哎，还能留古董伤吗？没打到。没打到就比较难了。虽然说2个人都是挂飞，再把他们赶一赶。他们还想拖一下18这边自愈。蜡不够。 就摸也摸不太起来，才5、60的一个进度，应该就跑了吧，3跑够了。对，就是看一下争一争能不能争一个4出。是，争不到，最终就是一个3跑，那也是恭喜成都机器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觉得前。 不再是像我们之前那个版本一样的跛脚羊了嘛？对，跛脚羊打这套阵容确实也不舒服啊。割卷员的话还行，因为这张地图有一个割卷员的加成嘛，真的可以在 BO3的比赛里不选跛脚羊的。对的，来看一下悬点这边 M2C 又是稍稍占到一城上风。由于这边大概率猜到界师会放在大房，所以东玄这边选择直接角落，然后赌你这个界师就在大房。但是凶手这边又做了一手反心理，对，再把来看一下，对于东玄来讲，机械师是必须要处理的，就这边机械师的娃娃能不能藏起来了？当然放出来了。小迪的话呢，他娃娃的一个藏身术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好像直接暴露了，放中场直接开始下板，直接开6了啊！然后本体直接上楼，是变防守为进攻啊！我直接开始溜你。要是处理我娃娃处理的晚，那我本体的一个位置就很好。但是如果说你处理的快也没关系，我本体已经占到一个优势点位了。对的，小迪的话已经在2楼了啊！但是东玄击倒娃娃之后，还是选择继续上去追小迪。对，上楼还得翻个窗，到时候东玄的这个身距其实拉的不算特别近的。是的啊，不过确实界师是场上最好追的角色嘛。 啊，只能选择拿他去下手，而且你不追他的话呢，他还有半个娃娃，也是非常大的威胁。对的，然后外围2名救助者直接开修，然后笑笑是从大房一路转到了3板的位置，2板一窗的位置。你们再过去看看这个娃娃，你要不要打？把娃娃打掉。卡影月的娃娃，这没法不打，只能打。对，然后小迪又下板，再绕一圈。闪现跟上，放一个毯子，那他这刀还是有了。对的。 对，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追击就是到现在为止都是比较常规的。东玄这边的影月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在。但是问题是小迪的一个窗坛是刚刚进入 CD 了，所以这个身距拉的不算特别远。对，窗坛是现在刚刚好，刚才翻窗的时候没有用上啊。前面这波博弈就要看一下距离够不够。能弹吗？哎呦，可以哦。那这样弹出去的话，前面能进双板吗？哎呀，这个地方可以博弈一下，其实。对，就是如果我选择下板的话，这一波就是砸到了嘛。 对，但是小迪的话觉得身距够，再往前走了一步，但实际上是不够的啊。他这波身距也没有。对。但你看这边好处就是在于什么？直接倒到救人位脸上，救人位不着急，他密码机可以不用那么赶。对，倒救人位脸上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倒地的方式吧。对。就如果你必要干扰一台的话，还是干扰救人位比较好，因为他本来就要救你嘛。是的，这样的话就把救人的主动权交给到救人位，尤其是像大副这样的角色，他的道具能够拖很长的时间。是的。看一下底牌这边直接切。 哦，切掉了，摸一下，是的，因为割卷员的这个后摇，你还得反应特别快才能无伤救啊，所以还是不赌这个可能性了。对，然后现在小迪的思路就是尽量往骑士的方向去走，因为骑士密码级应该是差不多要修开的，然后不要干扰其他人的位置。对，是的，这一波救援的话，应该是由奈奈的骑士过来了，啊，倒在2楼啊，非常难挂，但是大房里的密码机。 好像能压一下，稍微压一下。如果往里走的话，能稍微压一下。但是如果挂外侧的话呢，因为有骑士在这边给东玄压力啊，所以还是很难去管的。看一下东玄这边是想直接出去找这个骑士，位置大概方向排的差不多，但是被树挡到了。但是奈奈的话以为排到了，提前靠近椅子博弈一下。 骑士的话倒也没关系，因为它本身有一个战术预见嘛。是的，预见正确之后呢，再来一个荣誉共鸣。想去帮小迪扛进大房吗？看一下这个时间应该是不够到窗户的，所以这边骑士也得来扛刀。对，帮忙扛刀进大房，侧刀。哦呦，很极限。哦，对，哇，这里的话很自信啊，因为他是在骑士扛刀之前就已经选择了翻窗了。对，也是骑士这边主动凑过来去给到这一刀，那这样的话战术预见看能不能再干扰一波。 下来踩板，但是外围密码机其实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啊。对，奈奈又在前面陪跑，下一波还有战术预见，东玄这边身距拉的还是比较安全的。对，拿不到刀。过来的话应该要猜技能了吧？对，猜技能，然后平 A 骗掉。
看一下第二段猜的还是技能啊，但是时间比较短嘛，因为有队友在周围嘛。然后这边奈奈用本体，哇，这影月断了，好难受。这底牌切完之后，发现终结不了了。而且前面花瓷到时候还能再用路易去卡窗户。是的。然后看到你这边要去处理奈奈，那我接着就走了，我先走了，然后继续去跟上机械师的位置啊。下一波等着你的。不过话说回来，机械师他还是有回光返照的，所以这密码机够了，可就是真够了。哇，这边还帮忙拿了一个头。密码机来到最后20%。是的，哇，时间很极限，最后差不多20秒钟的时间，路易还在扛，还在卡板，很难受。而且就是扛不到的话也没关系，对吧？我可以卡个交互，然后可以摸。哇，这边还是扛到了，扛到他密码机就差不多够了。是的，然后这里的话完全可以让机械师自己吃刀了。机械师他这有回光返照，密码机选择直接拖亮了，哇！人开门战，3个人打团，直接把密码机给拖亮了。来看一下东玄这边，哎呦，最关键的一波隐约还断掉了。那这边没有办法快速终结掉小迪了，因为他在2楼，看一下这波要不要去交传，因为如果赶路到门口的话呢，门是能开的。东轩想要去找一下刚刚在脸上的那手木偶师，顺便确定一下小门这边有没有人。是的。看到木偶师往这边走，小门应该就是没有人的。那这边影月又断了，可是大门已经开了。没错，而且花瓷他是满状态木偶师，不会要出事儿吧？看一下东玄3板的地窖哦，有点极限的。翻过来交出一刀可以，还有一刀的机会。但是他好像赌错地窖点了，好像跑错了，跑反了。是的。刚这个点位应该是求生者经过的，所以这个地窖没开出来，对于 M24来讲其实也挺伤的。没错。其实这局是有一个能4跑的机会，但对于求生者来讲，3跑也稳稳够了。这局运营是非常不错的。对对对。那 M2在阳跟东玄一样，放在了一个战略威胁的。班位上，然后呢，我一会儿把狗卷员先拿出来。第2局你们互相搬我们波将羊，我们战术更好做。对，而且波将这个角色说白就是我可以不宣导，就是守夜人。没有这个意思啊。来看一下，这边宣电是一个常规的 T 字形，跟上一局的 M2C 求生者选择一样，也是把最薄弱的环节放在中场。是的。但同样的这边。来看一下白鹿这边的一个追击目标，也应该是中场以及木屋这两边的人。我觉得还是找一找幸运儿会好一点啊。不过上来直接追木偶师，可能是觉得木偶师这个点位很差。哦，这边幸运儿是摸箱子摸到一把枪，而且手里还有一个，哇！我只能说白鹿还是预判的好啊。对，他觉得这一局幸运儿好像很幸运啊，所以我还是来惹一惹我已知的这个人。这边第一层路已经逼出来了。是的，因为这边小短板啊不太好交互啊，不过这个板子可以踩掉，对。然后再往前的话，还得再交一段。是的，来看一下玉林这边第2个摸到一个娃娃，很幸运。哇，这是第3个了，已经。现在是100%命中率，说是。对，还真是。这个抽刀直接抽倒。哎，不是，我们说这玉林的事儿呢，怎么远突然就倒了？我怎么记得还能变一段呀？对啊。不过纯化险为夷木偶师他不太好溜，这倒是也确实是一点。而且白鹿他可能也是预判到了木偶师他是要带一手化险为夷，导致牵制天赋不足。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场的话，咒术师以及幸运儿2个焦点位的角色都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是的，而且现在场上少一个化险为夷，一花超级远的地方被拦截，就看白鹿这个预判准不准了。对，如果在外围堵到一刀的话，其实这一局对于求生来讲不太好救。其实就救不了了。就看这个豁口，如果能拿到刀，可能就来不及。但拿到刀了，不过还是能救。对，这个点拿刀是能救的，但刚才的话拿刀是救不了的。对的，其实就差最后那么一点点身位，而且白鹿也是断了隐月嘛。这边的话，木偶师也是弄出来送刀保大副的道具以及状态，掩护一下大副。因为这个节奏的话呢，想争3跑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就看我们幸运儿能不能来一波神兵天降啊，以1当3。而且这边还想打一个非常明显套路，但是远根本就跑不到宝墙啊！要是跑到那边，咒术师是能够隔着墙直接垫下来的。是的。咒术师这个确实它的范围，就是它的施法范围还是比较短的啊，比较短。然后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也没有掌握的特别好，特别精确。但是想法还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想法也比较明显。对，过来直接逼救，少天已经把第1层侯直接交出来。少天还在游走，对，再给一刀，哎呀，但这救的有点慢哦。看一下这刀，直接打到咒术，而且还把这边的路易逼出来，加上白鹿手里闪现是在的，这波可能是要直接快速的双跑。我说实话，就是木偶师的路易和咒术师的扛刀不能发生在同一时刻。对，你看上一局 M2C， 当有骑士帮忙扛的时候，我就敢翻，我就信任我队友，对吧？但这一局的话，
如果说你决定让咒术师帮你扛这一刀，你就不要交你的路易；如果说你不想让咒术师扛这一刀，你就让咒术师交猴自保，对不对？你不能说既要又要。 就导致两边都不沾。是的，而且现在出现个很致命的问题，这边的咒术师被挂到了一花这个救人位的遗产上面去，而且救人位是没有化险为夷带走的。一花是半状态，就看能不能无伤救。哪怕无伤救的话，其实这一局对于朱雀来讲其实也挺头疼了。哪怕无伤救，对于白鹿来讲，我针对一个人再挂遗产也是可行的。哎呦，那这样的话就是持刀救援，保一下咒术师，然后看一下少天这边能不能稍微牵制一下。对，好吧。 没能牵制起来，但是他4层猴了，他会对队友有一种吸引力。是，接下来这个咒术师你得来，必须得来。而且迅儿想了想，我手里有一把枪，再结合上这个咒术师的4层猴，我们两个就天下无敌的感觉。对，有一波双控，但是对于白鹿来讲，身上是好像天赋应该点不到。有快彩的话就点不到了，对，点不到。他肯定是纯愤怒的，跟种感觉。就大概就点了1层愤怒左右。对。 光凭一个愤怒，感觉不太够。确实，而且这个身位对于玉林来讲也算比较不错。现在就是追谁都行了。但是这个局面，说实话，最好还是要追咒术师。看一下这个飞轮交出来这把枪顶掉，可以。对。但里面大副交出自己的一个绝处逢生，我觉得可以去针对大副。追大副也行。就是白鹿现在基本上就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大副首先是没道具，其次是没自起。对。再挂回遗产也是稳稳的一个多抓，起步多抓，大概率4抓。 是说处理完了，我再去找外围2个补状态的也可以。是2个人补状态的位置也是被发现了，不过现在咒术师手里还是有4层猴的，可以交一个大猴保，但是他这边没选择保，那这样的话2个人分开，那玉林就遭殃了呀。是的，因为他也不能选择2个人都在这边，因为如果不回头调人回去摸大副的话，这局那更是悲观。但我觉得最好的是少天过来先吼一下打断，然后保这边玉林能够进到更安全的一个点位里面。对，然后就只能转头追少天了，然后发现还是没有人摸一花，反正这个局就无论怎么盘，他都很难盘活。对，已经有手是没有办法去自由移动了。对。 这手大副一直被卡在这里，要持续的去被求生者消耗。大副现在确实没有自愈的话呢，对队伍来说是一种，怎么说呢？没有办法去帮到队伍吧？对，而且还要持续消耗外围求生者道具状态，一直去摸他，这点就很痛苦。然后过来看一下少天，这个飞轮交的非常不错，但是头加砸，波电砸可以。哇，少天又一次燃起来了。 但是还是有点困难啊，因为这个位置确实差不多交完了，就要准备倒地了。另一边已知是肯定要去摸人的，密码机已经长期处于一个停滞状态了。是的，白鹿也是比较细节的，他会等少天交完猴之后再去引月啊，这样防止被打断。这局的话，还是对于朱雀来讲，想想办法怎么走一个。是好消息的是，玉林这边摸了根针，走一个的机会是有的。 对，而且的话呢，大副已经倒地淘汰进度几乎是接近1半了啊。如果说在我们这个推理终幕机制之下，再被击倒2到3次，就应该就倒了。2次可能就要直接淘汰了。你看，再来一次之后，你看他长得很，再来一次，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够，对吧？再来一次，他还得再留一会儿。对，但没关系，玉林这个位置，好像有小兰花，能找到了，能找到了，找到了。那应该就受伤留到的痕迹啊。对。 回头想要去卡卡板摸摸人，但是白鹿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点位很差。短板博弈一个飞轮非常漂亮。是的，但是目前的局势确实是有点雪上加霜了。看一下这波不能打，因为打大副的话，可能大副就直接倒地淘汰了。所以我先打这边的幸运儿，等一等，不着急。咱们可以尝试一下，看看现在大副是什么情况。我感觉好像大副还能撑一下，还能撑一小段是吧？我觉得好像还能撑个10秒之内吧。我觉得不太够，感觉。挂上之后咱再验证也可以。对，这样也行。对，因为闭门，你看大副直接倒，对吧？没问题吧？因为大副倒地之后又留了一会儿嘛。是。 而且现在的这个推理中幕求生者倒地那个淘汰记录也跳，那可就真跳了。咱抱着波奖，人家下楼还能给你来个笼子缓冲是吧？而且抱着波奖往下万一是吗？天神下凡的。对，不过说实话，咱们从决策上分析，我觉得还是抱着喧嚣跳比较好，因为他还空中飞人能飞上来。但是博奖羊的话，你在底下这个笼子不太好。是，然后沙包的冒险家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比较不错。现在的问题叫，假如你是白鹿。 你是否要选择去找一下冒险家？我觉得这个位置是可以追的，因为白鹿往前走2步，其实对于他来讲，地形透视就能看到外围的求生者。好的，进入比赛画面，搏一搏嘛，白鹿。来看一下，再往哪个方向看？好像不搏了。对，
但好像又是有点感觉，因为他其实一开始没看到。对他想找呢，又不想浪费愿力，基本上就是默认这手一花在左边的小废墟里面，那往进去找。有看到乌鸦没飞起来，乌鸦是没飞起来的。哎呦，怎么有脚印？有脚印，在找，在排周围的草丛。这一块应该是没有，因为之前乌鸦是没有惊动，那就在看到了。哎呀，一花好难受，这边漏脚印了。要被秒，没有牵制天赋辅助啊！这个点位看到了。点位确实是朱雀这2局被追的人都是纯化险为夷啊。对，前面是个单板，前锋必须要过来保，不然的话这个愿力逼不了太多。前锋直接过来，嘿，还给了小闪现的身位。定点装怎么还没装晕呢？说是那直接被秒了。这局对于白鹿来讲天胡开局，而且手里还有兴奋，可以再骗一波。有一个气球刀。哇，我天哪，这个局面有点更天胡了，更天胡了。这边通缉还通缉到前锋，对，外围还得再派人过来救。然后左手的木屋没有人，人就已经从大门方向过来。2名已经起来了，一华这个位置被排得很远。哦，远的位置被压得很远，然后确实很远了，确实很远。那前锋这一波的话呢，他是被牢牢的通缉到的。看一下这波直接打一刀，然后2个人看看谁来救，交一个魔术棒加速。对，玉林也过来，没有人修机。嘿，打到椅子了，但是前锋在外面，远程能钻过来，钻过来的话好像被卡到交互救不了。5点极限，正常给刀，暴饮加已经过半了。我的天哪，这个节奏也太那个炸裂了，对球来讲。哎，不过有没有可能找不到冒险家了呢？好像有的。一花已经消失了。他不在笼子范围内，难道说好起来了吗？朱雀不一定，现在场上密码机也只开了1台，而且还有人倒地。但是挂飞的人活了，终究是一个好事情。是，但是挂飞的人是场上唯一剩下的一个化险为夷啊。没事，他只要他不再出现了，就是好消息。对，而且这个通缉到前锋，对，没通缉到一花，对，不错。我觉得，可以稍缓一口气啊。有机会，有时间。来看一下这波君少天能够直接拆，那这边的一个回响应该还在。想卡住位置，给到一刀，绕路去救。这刀也只是把元灵打成亚健康状态。是的。继续追魔术了，反正这个局面对于白鹿来说节奏太好了。那正常击到远就 OK， 但这边想找一花怎么敢破1的？一花主要50树叶爆点了吧？感觉是。那，哎呀，一花呀，直接上挂飞没了呀。但是没事。50树叶还在，对，就是一花还留了一些东西给队友们。对，这还算一台小遗产，但是你看其他3名球者要么补状态，要么不状态，对，都离得挺远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啊。是，把魔术师这个上过挂的角色给他把状态调起来了，但是前锋状态依旧没起来。过来看看是谁。现在就是2个，一个健康状态，一个亚健康状态，一个残状态，面对2阶跛脚羊，然后再打4台机。哇 ，OK， 现在是2个残状态加1个亚健康。这局对于朱雀来讲，求生者还是挺难打的。超级难哇！刚好去躲开那个板子的判定范围。白鹿其实是在他的笼子另一侧是瞄准好他的落点的。那玉林这一波的话要怎么样的一个？要拖很长的时间，而且还要去卡这个桃山救条，不能拖很久。也不能被逼救，而且还要给到魔术师下以一个比较好溜的身位，这个压力还是挺大的。看看这波，拆掉了椅子。对，白鹿这个笼子起太大了，然后本身钻出来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回头。现在想去，哇，针对刀差一点点，后撤，针对刀打到非常漂亮，然后。就是手里的一个底牌是已经交过了，对，所以要处理前锋。对，前锋现在的话对跛脚羊的压迫感还是挺大的，需要跛脚羊花愿力。等愿力就好，把人关在笼子里面就好了。关一下，然后把远牵起来，这样的话就看看他的螺旋，笼子还没拆掉，有点着急。对，那就是没有什么说法了。这局场上还剩3台密码机，哪怕算上之前那个输液密码机不太够。说实话，这一局如果说朱雀想走一个的话，都得打。唯一的方法只能去考虑打我们之前那个淘汰进就倒地淘汰进条了，不然的话是考虑密码机是没有办法去正常的走一个的。对，回头笼子还在，那这样的话打成一个1/4状态，这种情况之下说想
想去跑一个，确实还是比较有难度的，但是也不好说。对，看一下这个八字龙，但是八字龙是一个单向，是黑龙。哎，但是击倒还可以。哎，玉林在这个时间节点好像没有反应过来，白鹿卡在那边了。对，是给到白鹿找到一个小角落钻过来，然后击倒。那这样的话，刚刚凶少天是摸过机子的，这波看白鹿很自信啊，直接传，对的。传送落地2个方向，一个大门方向，一个小门方向，小门方向排到2名，那就确定了。哇，这个很准！哇，这排人嗅觉。军少天还拿了之前冒险家留下小人书想躲，我觉得他可以早用这本书呀。对，时装颜色好像有点太白了。对，续个盾，可是只能进到前面的板区，另一边前锋才刚刚要准备过半，被砸了之后，其实是有点延缓军少天的一个转点路径。对，自己的身位算是被架住了。是。那回头这波应该也就飞轮但是还是要稳定的给击倒了。而且他的状态拆不拆笼子其实都一样的。对，那这样的话，白鹿又是在第2回合拿到一波4抓，对于他来讲，今天好像还没有放任何一名求者逃出状元过。3台密码机完成4，会放在幸运儿身上。4抓的前提还是要速抓，对吧？先速抓，再4抓。第5人格，我们看控场监管那么多，但一定要记住，控场的监管是他要拿到多抓，唯一的条件是手里有人，只有手里有人有淘汰才有控场。对的，先手里有人在椅子上，我才可以专心的去控场的话也没问题，能够保证自己能追的人更多，而且能控的场控的密码机也更多。对，只是这样的有一个问题是，求者这边天赋就很难判定了，是有化险为夷的可能性的话。那么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局的东玄是挽留底牌的艾维，那挽留底牌的艾维。这样的一个打法就要求，首先是存在感要拿得多的同时，前期第1波追击不能慢。是的。来看一下，勘探员和幸运儿都不选择追，本体过来是压了一手气象，也是在想这时候小迪会不会带化险为夷，因为这样的一个阵容要去追小迪的话，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可能预判了小迪带了化险为夷，想吞这个化险为夷。是的，因为我们刚才分析的时候也是觉得气象应该带一手化险为夷嘛，东玄这边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气象这一局恰好没有带。而且小迪啊，你想想他是多么爱戴化险为夷的一位选手啊！对，想法很多，但这局打得很中规中矩。来看一下这波，隐身吼空了，再反绕一下，反而过来这个红光，哎，没看到，给到一刀可以。不过100%拿刀可以接受，对于小迪来说啊，只要不是高侵蚀度拿刀就可以了。对的，而且这边气象带的也是飞轮效应了，对于东玄来讲不一定猜得到。是的，就看这个闪现能不能正常稳定追上了。这个飞轮有博弈空间的，看一下有没有平地闪的机会。可以。不过小迪是没有选择交自己的道具啊，就是画好了，但是不用。对，也是怕自己的一个道具可能出现损失。我觉得可以先，就是因为马上有闪现身具了嘛，我可以先交层云去拉一下距离，然后再倒嘛。对，我觉得对于小迪来讲，其实他在这里他不交自己的飞轮，也不交道具，其实也就是因为首先外围幸儿已经摸到了娃娃，能够快速的破译密码机，这是其一。其二是他在藏自己的天赋，让监管者以为自己带的是化险为夷。这样的好处有很多，对于东玄来讲，中后期就很难去再换节奏了。对，基本上就是要针对这边的一个气象。但如果说针对气象中后期，首先你没闪了，但我有飞轮，我这手飞轮如果拿来消侵蚀度，那你不炸了吗？是的，除非你永远不暴露，暴露的时候就要在关键时刻暴露。好，看一下气象学家，等一下这个技术 CD 消失啊。不过这边隐身吼是吼到了。然后现在还看了一眼59，看了一眼本体吼这边空了，然后直接是层云往中场方向走，马上就能被寄速了。看一下这个位置，下板不寄速，小迪已经等好了，翻过去。这手飞轮88的侵蚀，对，不好交了。刚刚后面我觉得可以这波倒了，就正常倒，能交道具能活就活，活不了就倒。主要他这个强风也没来得及交啊，交了的话其实也差不多要倒，因为本体吼也好了。对，而且要绕回来绕这个陶片的话，距离还比较远。是的，这一局的话，能感觉小迪他打得非常的保守啊，很谨慎。就感觉要节约一些，对，以身入局。那这样的话，到挂飞的时候，是不是这个飞轮就对这个飞轮总该用了吧？别藏了，哪怕失误了也得用出来吧。对，而且我们看一下场上密码机，最后其实也就3个半台密码机了。主要四合院这边站住了一台40多的。对，这台得要想办法给它破掉。非常给刀开出2阶，那确认监管者没有携带张狂。是的，再交一个云，再先画一个，不着急交。前面可能要
起。哎，这个飞轮有点着急，是预判监管者直接2阶落地。是的，那这波飞轮没交好，帮忙一下。看看奈奈这波博弈 OB 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奈奈帮不了。对，侵蚀度很高，还想来硬扛。啊，硬帮一下，可以，然后再放下来，再扔磁铁。看奈奈操作了。 它是一个双弹飞轮的，看奈奈这意思是能接受自己满侵蚀度持刀，对，还想保一保，要拖一拖，因为密码机差不多快够了。打过来再放，奈奈还在放2波了。奈奈这波飞轮再顶掉一刀可以，哇，回头还要再来。刚才还晕的时候没再来了，对，把陶片拆掉，准备去修。但是能摇吗？有点。 还好这个椅子离得近，只能说对于动。对，我觉得看奈人再来保一波，如果再放一波，肯定是挂不上了。对对对，这个椅子大树这个椅子实在是太近了。那你看这个时候奈奈已经把密码机拖出来了，中场这下已经到80，然后外围起，对外围还起心机了，这个对于东玄来说是非常难接受的。对，笑笑这边也是不贪护腕，不给你一个闪现身距，节奏掌握得很好。 奈奈去接中场密码机了吗？在这边给到东玄压力，这东玄现在只能传回来了。这样的话，你外围心机是完全管不了的。对，密码机已经快到80，双边80，对于艾薇来讲，这局其实就有点难受了。我觉得要考虑一个开门战了，说实话，要考虑一个开门战了。这个时候就要去判断求生者的天赋，想了想。 这边架3名求生者的天赋，幸运儿是肯定要尝试针对的，因为幸运儿是最大概率没有期待回光返照那一个。这边密码机是被偷开了，直接亮，然后2个人都没有回光返照，但是完全无所谓。对，而且现在求生者的道具来看，其实都还挺充足的，挺充裕的。不过东玄他手里有底牌在，如果说能够省下来这个闪现，还是有一些可为的空间的。想靠本体吼去打出一个2阶的效果，但是没有吼到，对手不给机会，那也没办法。 因为花瓷身位算是比较危险，而且手里没道具。看这波，直接切船吗？传过去，这边落地是一个有护腕的佣兵已经弹走了。对呀，那这样的话就错失一波机会了。主要是刚东玄在想，这一手幸运儿要在我脸上这样蹦跶，肯定是大门有人在点。这层猜到，但是也给到求生者现在拉扯的机会。你手里没闪现，想要终结就困难很多了。但是奈奈那边已经开始偷门了，虽然伊斯人在那边，但是如果说寄宿过去的话，幸运儿这边是刚寄宿过，门就要被偷开了。对，两边只能选一边。现在东玄有点难受，没有闪现，没有终结可能性，一边的门一直被卡住。 难受，很难受。花瓷这边选择直接往中间方向走，而且花瓷手里还有飞轮，这个飞轮到时候博弈起来还不好说呢。是的，哎，来下啊，最后时刻控个小娃娃，下娃娃。那再牵起来，另外一侧的门倒是暂时看住了，但这一局的话挽留马上就没了，外面都是满状态的人。对，而且幸运儿还是1挂，现在这个2过来，看一下奈奈有没有机会秒63，能不能中？能不能中？关键，这个附身吼，先把磁铁交掉。哦，中了，中了，可以喷回来。哎，打墙上，飞轮顶掉，再弹开完，再看完了，这波球都没接住。奈奈这一波操作也太极限了，东玄这一刀锤墙上也。 太痛苦了，了这一刀如果中了，对于东山来讲，其实还有拉扯。有机会多抓的呀，有机会4抓的呀，都不是多抓。但是没中的话，挽留还有最后5秒钟，那也是没挽留之后，另一边门也要点开了。对，那现在没有挽留，主要是很难去再有所作为了。飞轮再顶一刀，还在秀，花瓷再交一个板弹射出来。 这边笑笑选择强行点门，门已经被他点开了，也太干脆了。好，这边传送落地再击倒一下幸运儿，但是那边的话，因为笑笑已经把门偷开了，那就看看奈奈应该也很难拦住，因为现在手里没有挽留。现在就看 M2C 是不是还想再争一争，因为这边门70多。是，看一下奈奈过来了，吼一下，那奈奈也不回头看。哦，给到奈奈一刀，没有什么操作空间了。我觉得奈奈可以走。佣兵还要出来了呀。对。 佣兵要出来了，因为奈奈现在有可能走不了的情况之下，笑笑就说：“那咱俩就都别走了，我回去掩护一下你。”2名求者都想操作，这样的话，对于朱雀来讲，对于东炫来讲，还是有一个机会的。看一下能把这边，首先是奈奈先来等2阶，对，现在等2阶，5秒钟，2、1，侵蚀度是够的，看这波2阶有磁铁落地，2阶打断，能吼回来吗？能不能吼回来？很关键。哎呀，本体有空了，但没事儿，伊斯人还在。
刺铁要先拉断，又被救下来了。刺铁拉断，回头击倒，这个位置不会再重复犯错误了。对，但是另外一侧门也开了，传送过去能拦住吗？住了呀！花子已经在门里了，然后笑笑这边还在去争。笑笑好像想争什么？想争3跑吗？平局还不够。对，想争再争一个8比1。寄宿星源先走。直接走。得赶紧管一下勘探了。虽然说现在自己加速已经不在飞轮线上了，但是这么长时间不管也要起了。对的，这个时间来得及吗？好像应该还有是要走，应该是要走。对，有磁铁的话也是能够去打一个直接回身落字词。哇，那这样的话没有办法，佣兵选择走了木屋的地窖，这样的话也是要恭喜 M2C 2比0本场比赛的胜利，2个8比1，非常漂亮，非常干脆。格局它的一个区选的不像以往那样子，选在终点站，对吧？进行一个站台的一个 solo， 那更多的话可能会在起点啊，或者说鬼屋后门啊之类的一些点位都有可能变招。起点对于求生者来说，其实基本上就是坐车，对，先坐到3站。就有些时候你不坐车又很尴尬，因为那边的板窗区的话，其实没太好的牵制空间。起点其实都是一堆短板。是的，那看到果园区选择这边是选在了起点附近，那起点这边的话，求生者是魔术师。是的，他们这把的话是把大副放在了鬼屋，然后桥上的一个木偶师是有一些辩证的。看一下佩佩这边是直接往起点站，起点站是小天的魔术师。对。但这边的话肯定是错过了第一波上车的机会，所以说选择往外转。其实上车的话太早，其实也会被追击到一刀。那这里看一下魔术棒的一个博弈，卡住位置，一个反走，还是。那这波反走的话，其实是直接有刀的，而且他这个转点是已经上不了车了，只能去玩板。没错。来看一下鬼板这边的一个板子博弈了，2个板一拍。手上的话有魔术棒，但前面这边短板再拍的话，可能就没有太好的一个板。是的，这里的话可能得加魔术棒了。又是一个反走，但这一波是成功博弈到。是。回溯过来，透过了板子，感觉有刀了。那这样子的话，现在闪现其实都还有10几秒才好。是的，一个46秒的一个击倒时间。不过还好，这把的话，因为大副他选点本来就是选在了鬼屋附近，所以反而是有一些没有被拦截的说法。对的，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故意这样去选的，因为这样你会追起点，这样少了很多的一个跑图时间。是，而且风险也会少很多。没错。看一下这波稳定救援下来之后，能不能有个比闪现的空间吧？手上还有一个道具，先打一刀。我救的也会稍微早一点点。对。而且下来之后，其实佩佩这边有点想要去摊一个双倒，不过没摊到。而且你第一波闪现因为没吃出来，所以整体的一个牵制机会并不是很多。对。就尽可能逼闪吧，因为这个时候交闪现的话，其实在2挂之后还是没有办法属于控场的。是的，不过这一块的话，其实整体来说板子已经被清的差不多了，所以你就算有一个飞轮，再加一个魔术棒，到你下一波下来之后，已经是没什么机会去牵制了。就看一下能不能说气象学家过来救援一波之后保一波上车，但是看到这里是让木偶石过来卡的，那大概率要么选择压满救，或者说卖掉。因为如果说木偶师过来救的话，可能会给到一波状态。对，得看一下佩佩能不能说提前排到木偶师。如果说你排到的话，他可能就不救也得救。对的，那还是要过来了。看一下，贴近身位，那过来就是掏个化险为夺搏这个时间，给到一刀，一个0.75的状态，就是比较担心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在2手节奏的话，其实找木偶师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受一些了。是。看看这边小天能不能单人牵制起来，魔术棒交出，手上还有个飞轮。这里的话只有个短板，前面短板能不能拖住时间呢？直接翻，但是被打到一刀。密码机的话，可能还是3个人去打一台，而且他们3个状态目前还是没有调整的，得看一下大副那边要不要去调一下。如果不调的话，可能续节奏选择就比较多了。对的，对的。因为大概率这个半场密码机现在鬼屋那台可能开了。对吧？那你外围的话，2台其实位置还是比较近的。是的，佩佩的话想要过来先排一下小果冻，是先排下耳鸣。因为刚刚过来救人的时候，其实小果冻是掉了比较多的一个状态。目前他们是只能让487进行一个扛压，让他去先修。不过小果冻这边其实提前拉点会拉得比较早，所以目前是已经到了比较角落的位置，不太好排了。对。就好在一个26是逼了闪现，所以说现在的话是有个技能真空期，但马上传送也要好了。这的话是已经起了耳鸣，已经找到这边的话想长脚印，但是我是直接找到了，可以续上木偶师的节奏。
对，那这样子把人挂上之后，看这个传送要不要交。因为对于他来说，我觉得现在可以去打一个让求生者疲于奔命嘛。先去拦截一波，找一下航母马这边的大副。对，主要这个点的话，因为大副他刚刚是调满了状态嘛，所以你是大概知道他的一个范围。对。因为你要先去排箱子的一个范围。而且压迫的这个位置的话，必须要交怀表。这边还在卡时间，怀表一交，能不能预判到位置呢？马基现在的话已经在修，还差半台左右。对的，但人已经过半，这里对大副来说的话，必须很考验啊。要很好的把这个时间给卡过去才行。还在排。第3段没摇到，那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有一刀。哦，还在扭。那救下来之后，密码机一个70多的状态，对于木偶师来说的话，还有一次变身的机会，先打大副。但木偶师那边的话，其实他是暂时有点处理不掉了。对的，这边可以逼一个变身再回去挂。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有一波开门战压起身的说法。不过还好是每个人其实他都是有带一个回光返照的。对。那个挂上要直接贴脸了。给一刀。但下来之后，其实他们2个人都有点牵制不动。对，然后木偶师这边的话，直接变一波路易。然后回头去找大副，大副这里也是没有道具，而且点位是直接被架死在了马戏团里面。是的。看一下，这波一回来，这的话可能就已经牵制不了了。不过还好是给到了木偶师去拉走的一个机会。不过传送在手的话，其实这把多抓还是比较偏稳的。现在的话，他挂上之后可以先去终点大概排一下，然后可以选择一个传送了。但是我觉得木偶师这一波转点到鬼屋是反而有机会可能走这个地窖，看一下佩佩的这个排点了。因为其实他们那边可能也是考虑到你有传送在手嘛。对，然后主要是把这波传送给逼出来，但地窖的位置的话在好木马的。不过佩佩这边的话，其实排的也是比较细致一些，想要去排一下小果冻大概的一个范围。对的。这里还没有齐耳鸣，因为他知道门其实是点开了，传送过来，人在站台上。但气象的话是拦不了的。对，气象走点还是比较不好拦截的。那这个位置的话，果然大幅淘汰之后，再回头往好木马走，那这边气象出门，感觉是有一个平局的说法的。而且这个点的话，确实小果冻他压耳鸣的一个范围会压得非常好。对对对，他刚好到了鬼屋后门的位置，这样子的话完全不给到耳鸣的情况下，又逼到监管的一个传送技能。那这把的话，其实平局对于成都狼队来说是已经很赚了，很赚。因为前期其实魔兽的一个牵制是大概40多秒就已经倒地了。是的，手椅之类的。不过其实他们是最后一手才拿的园丁嘛，我觉得如果说这手你不拿园丁，你像魔术或者是说教授，我觉得可能功能性上面会更好一些。看一下这个选点吧。因为这把的话，可能要考虑到说你的园丁要不要放起点。对。在了起点附近，还是同样的一个区域选择。但这个选择的话，我觉得其实对于 TE 来说，他们是有点想要去防你选起点，然后说把这个园丁给他拦住，所以园丁是放在了桥上，然后再把园丁假装到那3个人的位置。是的。那这样起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起追是头也不回的。直接去往中间走啊！是，感觉有点想要去拦一下过桥的气象。对，因为他是觉得说，哎，我在这个地方，如果说我能直接过桥，那可以先进行一个拉点。不过这边的话，是感觉第一时间是不太好去排到这个气象了。错，但是带了窥视者是直接找到，那这个位置感觉第一刀是有的。是的。下前面风一吹，但是距离是脱不开的。不过这个点的话，可能还是有那一刀。对。而且他的2个位置会架的比较尴尬一点。对的。看一下前面的话，先画个风，这边起飞，但转点过来能找到吗？好像有点暂时没有找到。那这样，但是他的一个落点有点不太好去牵制了，可能还是得再拖一下。但而且这里还有个地下室，这手地下室我觉得可以挂一下，节奏还挺好的。挂手地下室，我觉得对于救人上面压力还是挺大的。是，加上这把它本身就是携带一个窥视者嘛，所以你很难说能够悄咪咪的摸下去。没错。看到另外一边的话，大副已经往这边移动了。密码机的话是2台半左右。对。觉得目前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可能要争平还是有点难。是的，这边的话也是博弈一个下地下室的位置。第2段摇出来。是的。
救的话能够稳定救下来。对的。再给一刀。那这波救援的话还是比较成功的，状态上面只给到了一个0.25，比较能接受。而且已经是一个地下室的跛脚羊，还是带的窥视者，我觉得救人上面是赚到了一些节奏。加上你导到鬼板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刚刚木偶师是在这里附近的，可以压满过来，也不会说消耗一些特别大的跑图时间。对。大夫那边没有掉多少状态，也不用去补，就可以直接去修密码机。这把的话，中后期的密码机会会续的比较快。是。那往我鬼屋挂，这个位置的话，就看一下木武士能不能完全的堵住了。对于宠爱来说，肯定是要去排木偶师的位置，因为知道你木偶师这边是开了密码机，肯定要过来救人。是的。想找，第一时间是没排到。这个位置躲得很刁钻，还是找到了。一个围龙先拦住，骗一下，就看一下能不能前期去多逼一下这个路易的变身。骗了，在等。还是摊到了一波木偶师。因为只要你救下来的话，化险为一出来，你就没办法变这个路易形态嘛。对。然后像学家的位置的话，也只能在鬼屋2楼，所以没办法转开。主要他这里有点走不了，被架住了。对。这边的话，漏红光应该就要翻下去了。那一个围龙落地下来，直接一个落地刀给到，而且木偶师的位置应该是走不远的。看一下宠爱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木偶师啊？好像应该找不到，因为这视角的话是往鬼板去看的。对，大概瞄了一眼。但是第一时间也没看到，想要往起点这边再排一下。那我觉得可以先去管一下对面半场密码机。还在找，确定一下起点没人。这边的话想要冉维去摸一下，省一个绝处逢生。对的。这本身这把其实密码机最后剩的3台离得还是比较开的。是。特别是起点跟马戏团这一台，感觉是2个极端啊。是的，那边一爆点说鬼屋附近比较安全，这边猫猫已经是悄咪咪的开狗了。对，但是耳鸣马上起，知道人大概率是角落。这边的话直接等盾，哎呦，可惜这刀弹刀了。是的。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盾应该是能拆掉围龙。而且这里的中间的话还有个短板。没错，还博弈到了一刀。那愿力值的消耗的话，这边愿力值不太够，反正没有踩。手上还有个飞轮可以操作一下，但这个点可能也是考虑到飞轮之后大概率还是要挨刀，点位不是特别好。感觉预判了一下走位，但这里的话其实是把这个交互点刚好是给封住了。是的，没办法进板。但整体看下来的话，其实这把本身他们的一个人员调配还是比较及时的，因为冉维那边已经是过来了，这样的话你起点最后一台。就是看宠爱要不要去选了。对的，我觉得大概率还是要先去守一下这个，赶一下。因为现在节奏挺好的，对于他来说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稳定保平争胜的局。对，其实他可以先大概去排一下你救人位过来的一个位置，对，然后去传送守密码机。这边的话可以完全等你的变身结束，而且这边小污点卡住。大的遗产是在起点半场，你那边刚刚救完人，我现在还有机会去拦截你的大副。没错，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就大副的话，你现在没有位移道具，很难受，没办法第一时间赶过来，并且还有个半路拦截的说法在。来看一下冉维来的一个路线，上面的话是从坏木马过来的，而且从爱这边的一个拦截路线也是同样这个位置。是的，这里的话已经是远距离看到了冉维。手上的话有一个怀表，那密码机的话还差小半台。就得这么交，得在外围交，但这一刀必须要躲掉，不然的话5秒时间感觉是够不到椅子。是的，给到一刀。不过这个地方的话有点远了，感觉不太够。住，倒在了椅子面前。上，他其实得把这个围龙扭掉才行。对，而且刚刚那波的话，确实他一个5秒的时间是有点到不了椅子的，到不了，难的会比较远。那这样子把人挂上，其实另外一边，像园丁的位置的话是比较清楚的，大概是知道的，因为知道你在抢狮子那边的密码机。也在翻箱子了，看一下能不能补充多点道具。那宠爱这边的一个排点，感觉是有意识到他打算去马戏团后门去听一下耳鸣，如果没有耳鸣的话，可以再往这个好木马的方向走。那他要熬很久啊。对的，他要熬大副的一个淘汰进度条。这边再招一个围龙过来，耳鸣响起，看一下能不能第一时间找到呢？感觉是要找到了，就在脸上，再补上一个围龙，怀表一交。
但是地窖的位置其实还是有点远，在脸上啊。这边第2段摇出来，给一刀先，然后中场的一个地窖，是的，然后愿力的话还够，还有一个卡顿的说法在，手上飞轮已交了，那还是没办法。而且大副那边其实淘汰进度条也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就算你能熬到地窖附近，感觉要先等大副。对，毕竟是一个大副，这个时候就破了之后，那你没有这个翼鸟的保护的情况下，那你救援上面就有一个可能被我拿到节奏的说法。因为毕竟现在什么，就 T 的求生者你是要去争胜去打的，而不是说我就为了一味的保平。那如果说你保平的话，这个阵容没必要这么选，对不对？那我选邦邦出来的话，我在手语上面去打文章的话，哪怕说你真的过来救人，那我可以在这个上面去突破一下我的一个平局的上限。是的，如果实在不行，你可以把这先知，然后。但还好，因为这个点的话，其实守墓人那边可以去抱邦邦，他去上去的一个方向是从底下的那个洞，还是说从甲板上去，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拉点空间。对，那我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博弈。对，起追的话也是果断的去找先知。是的，这个点的话可以去帮忙抱一下，看一下监望者从哪边过来。没错。但这个位置，哎，没有选择直接上楼梯。那这样绕回来的话，可能脚印上面会跟丢啊。不过第一时间的话，其实先知也是防你所反绕，所以并没有说直接拉走。如果说他这个点直接拉走的话，其实现在已经是拉得很远了。没错，一个双弹的话，其实不好交雷，所以说夜雨这边先去把你的弹势消耗掉，然后再翻回来压迫你的位置。是的，不过这个点的话，暂时也还交不了雷，等到上楼梯之后才能交。没错的。但也有个高低差。里面3雷给一刀，那很舒服了，因为这个3连雷是没有吃到的。对的。而且到后一波的话，其实他有一只鸟。移形也快好了。这里没有选择翻窗，张狂亮起。这点的话要考虑玩一下高低差。对，但前面的是应该有铺一个5秒雷吧？如果要交鸟的话，可能得提前交。感觉这边连雷放的有点轻松了，有点松弛。对。但移形在手的话，前面他也有点不太想交，因为进入到板区了。移形拉到空地，但这个距离其实并没有拉近很多，感觉是有个极限进板的机会。往前面我可以硬吃你一颗雷啊！有遥控，看一下遥控能摇到吗？摇到了。那感觉这波追击还是能接受。这边的话，一个电下来，过来能不能帮？还是打到了先知。不过这个处理下来的话，其实已经是有一个平局往上的节奏了。是。对于求生者来说，现在就是一个最大问题，这个手艺怎么打了，对吧？能不能成功救下来？幸运儿那边也是有一个遥控器的嘛，其实你可能还是要多算30%的密码机在那里。对，看到冉维这边已经赶过来了。守墓人的话，他其实出产之后，他救人是非常快。是。但同样，这个也是一个弊端，就代表说你一定可能直接掏。对，直接掏。看一下这波救人非常的关键。直接侦探出来，直接把人救下了，完全不给出刀的机会。哇，这里的话其实是有一波，哎呀，刀气短了一点。哎呦，没有参加双倒。哇，这波如果给双倒的话，其实会舒服很多。那这样的话，守墓还能先把海侧的密码机补掉，而且提前咒术那边是已经转到墓去了嘛，没有纠结海侧的那台。那现在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在于说，我可以让幸运来救。对，幸运带枪来救。你看左下角已经亮起了，猫猫这边获得了信号枪了。密码机的话，现在其实已经很多了。是的。就是如果说这波救援救下来的话，基本上密码机上面是够的，就看这个信号枪的一个博弈。但挂到这个椅子的话，对于夜雨来说是有一个躲信号枪的说法，但是是直接贴脸交，完全不给你机会。这个说然后再帮忙手电。那这样子的话，没办法交出自己的一个炸弹，只能蓄力刀躲一下水源筒。这边鸟的话出来了，鸟可以出来，给到一只鸟。但你这样拐右的话，可以再找幸运儿。对。这边2连雷，雷到先知再补雷没有雷到，遥控也没有给到位置。不过密码机的话还是有点不太够，就感觉这个密码机没怎么动，好像。因为他们刚刚选了去找那个守墓人，就是刚刚他们是选择了去调一下守墓人的状态。所以相对来说密码机会没有那么多。我是觉得这把如果说你闷头型密码机，然后幸运儿开枪，我觉得是有机会够的呀。对，因为你移形交了嘛。对，而且幸运儿我有圈呀。保稳应该是保稳，来看一下。但这个保稳，感觉你选这个阵容上面的一个决策会有一点冲突了。对，看飞轮交了，给到一刀。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对于夜雨来说，我就稳定打一个手语就挺好的，我觉得。是的，而且我现在还有底牌在手啊。嗯。然后。 其实夜雨的话，他可能不太能够去深追这个咒术，对，因为不太想要去给他叠一个，还是要拖自己的传送嘛，因为刚才传送交了，对吧？然后要把这个传送拖好，所以说又回到密码机附近，然后想找一下这边幸运的一个节奏。不过猫猫这边手上还有半颗球，还有水源筒，感觉追不了，而且脸上守墓人也不太想碰。对他其实可以让守墓人先去架一下这里附近，然后让猫猫偷偷溜走，再让咒术去外面修那台遗产。想排点，但是这边的话，猫猫其实已经拉走了。 然后密码机大船那边也是多开了一台，但是如果说刚刚底牌暴露了，包括张狂也暴露的情况下，求生这边是知道你没有这个挽留的。是的，我觉得可以去稳健点拉扯，然后去打一个后期，看能不能去3人3跑的一个局面。看一下猫猫那边，隐蹲起来了，哎，摸道具应该是被听到了，这边一个布雷，镇静剂，对。 他得还是手电吧，是因为他得补满状态，因为知道他现在开门战的话是没有环反照，他会成为那个突破口。但暂时的话得交球才行了。如果说你不交道具，其实是熬不到那一会儿的。密码机的话，最后的那台已经在修，但是这个状态的话比较难啊。看一下这个连雷，死追就行了，3连雷又没扑到，再扑个单雷，直接开，炸倒了。那这样子把人一挂，其实这一局对粤语来说还有一点机会，但。 还是挺难，因为没挽留。对他没挽留，其实有点难，就处理的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快。是的，就哪怕真的现在给你中场去排到一个人，或者你传送落地一个人，你没办法终结，因为守墓人这边有铲子，2个铲子，然后包括咒术师这边的话，其实再吃一刀或者说一雷的话，就有一个3层猴了。是的，幸运儿本身也是一个满挂嘛，而且感觉夜雨他其实并不是那种特别贪的风格，他这个传送就是吓你一下。对，像保稳了。那这样子的话。 双方也是有一个保平的状态，我觉得其实在于幸运儿那波开枪了之后，因为当时先知是有1鸟的，我觉得有枪有1鸟又有一个手电筒，对，感觉所有的一个道具都能够支撑说大概率能活到开局进行控场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也是比较需要这个张狂嘛，如果说你带挽留的话，张狂挽留你可能还是不太好去争上线。没错，来看一下区域选择后面。 我觉得这一局双11就是接师的一个任务，就是只要把接傀儡放出来，不让他被找到，对吧？然后本体拉开，我觉得就很不错了。不过这个点他其实可能也不会说我直接去找一下这个机械师，还是要去换一下抓。看另外的人给不给机会。看大脑来看一下起追的话，还是掉头往双11这边去了。看一下娃娃已经放出来。 因为对于机械师来说，他就可以去利用自己一个双弹飞轮天赋去牵制，但是这里反手是要去找火灾调查员吗？上到了一个惊吓标记，对，双手惊喜给到一下，再翻回来躲了一个双重惊喜。那这样子的话，前面毕竟没有开1阶嘛，所以说这里的短双短板的话还是要被架住的。但是佩佩的话也不让你走，再等下一个双重惊喜，看能不能给到一个双球的一个压迫。是的，想要利用这些狭窄的地形。 对，但其实对于487来说，我觉得他是，毕竟有一个气囊在，所以说还是能拉开距离。前面给到一个红球，那窗户这边前再给到一下，这边的话也还有一个机械玩偶，再补上一个气囊，再回双11的位置，但前面的话有飞轮，所以说不太能追得上。双击还没好，看这个飞轮能不能把这个爆弹给躲掉了。其实就差一个惊吓标记了。 哦，直接是击倒了。对，因为刚好是走到了红汤的位置啊，然后是被封到了技能。那这样子的话，整体密码机我们看到是一个2台半，还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击倒时间的。不过这把的话，你的密码机要算上玩偶的那台，对，其实可以再补个半台上去，已经差不多3台了。是的，我看一下这边拦截一下救人。那守墓人的一个拦截还是比较难的，最多是给你上球之后等你出来。 看一下这波救人上面的博弈，不过目前淘汰进度条其实还是挺有说法的。给一刀，那把人救下。想要去摊一个守墓人的双倒。我觉得守墓人的双倒的话，摊了可能这个人就26起来了，因为他气囊还有一个，而且你移形交过。这边的话还收了小船的那个气囊。对，
收掉之后人已经拉开，手上还有飞轮，那这一波26感觉给到487很大一个机会。是的，而且他这个点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利用一个气囊去堵门嘛。是，如果移形没交的话，我觉得这波双倒可以摊，但是移形交了，其实这波双倒摊的话，我觉得反而是给到487的限制了。来了，气囊跳过来，但是一个弹球弹开。 没有给上到球，前面双重惊喜在，但也还有一个飞轮可以操作一下。哇，上了2颗球，有点赚啊！这一波看一下飞轮能不能顶掉，没顶掉。是的。那密码机的一个量，我觉得这一波20千制上面来说已经够了很多啊。对，主要是你想想，你木屋玩了一圈，然后再拉走。这波的话，其实他也是倒到了飞行家的附近。如果说找人过来架的话，飞行家那边离得也很近。对的，但是好像脸上是一台遗产，所以说。 大概率还是要去稳健点保平打吧，我觉得。是的，而且他们这把的话，看走位上面是有点不太想要去管了。对，想要先把这个火灾卖了。看一下，因为毕竟就一个化险为夷。现在来救援的话，其实你没有道具，没有飞轮，没必要救，对吧？然后等人淘汰。去外围找一下节奏，移形过来想找小明。没错，在这边还有铲子。 上一颗球，但处理上面的话，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快，感觉小明的走位还是比较灵巧的。感觉是没太大机会的去争多，对上球争多之类的。然后现在的话，2台大遗产都已经在补了。哎，就等你的铲子结束嘛，菲菲也知道。 哎，这个最后一刻打出来了，那我觉得，一个慢翻上2个球，是已经压好了。那这个反翻的话是空中飞人没有给到一颗白球啊，压好了，感觉可以等这个。但因为这个牵制的话，其实也是给到了他们去贴小门的机会。是的。而且你本来其实也是没有选择带一个底牌的。移形也交过了嘛？对。这里还砸了一个头。还砸板了。 但手上铲子也没了，前面的话要再想牵制也比较难。躲一下，哇，这边的一个走位非常秀啊！其实这个双重惊喜是只给到了1颗球，真的是拖了比较久的时间了。你想想，本来密码机是还没好的，移形过来，小节奏续不上，还没上到。哦，小明这个走位，但双重惊喜的话还是要倒地了。 哎，其实这一波我觉得违亏的点在于海车那个双重惊喜上面是一个双重惊喜给上了2颗球。当时如果说双重惊喜能逼多一段的话，上多1颗球不亏，因为为什么呢？这样子的话，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大防窗2个窗户的位置嘛，是比较好去卡这个无限距的。那对于重来来说的话，可能我前期要去平地，先去把这个窗给封禁掉，然后再进行追击。那这样子反而也是会给到求生前期的一个拉点空间。是的。对，感觉重来这局是想去先。 拖缓一下自己的节奏，并不着急说前期我要追得很快。但这个选点的话，其实前期你佣兵是修不了机的，而且佣兵你是必须要去找个地方自保。看一下这边起追的思路的话，我觉得就是先把人赶过去吧。但是还是得先走地看一下。对，这些东西这边不着急拉锯的，就反正我是先往中场去赶，然后看你祭司这边有没有打动。 然后再找一下佣兵的位置也好，找祭司位置也好，都行。因为大概率是知道你2个人各卡一个窗嘛。是的。然后祭司这边的话也不着急打洞的。哎，这个地方其实也没有那么着急去拉锯，其实他是可以平地先去逼迫一下祭司的走位。这边是逼迫到了一点，然后选打一个小洞。那你平地逼动的话，怎么都是你求生者亏啊。对对对，就这样一直压迫。而且我继续跟你绕呗，其实我是可以平地继续去追的。这个洞可以钻，但这个洞是打了个失误的，感觉有刀。 很亏，因为这个洞应该最好是衔接到窗户附近。哦，感觉前面的话把人再往外赶，然后对于祭司来说，只能被迫到小房这边进行牵制了。是的，而且这样的话可能还是会耽误一下队友的这个密码机，而且你闪现在手，现在你2个人不能离太开。感觉重来这边很细节，刚刚是一个飞轮，去帮我把这个锯先断掉。没关系，对于重来说不着急。 继续装自己的无限距。是的，而且前期的话，其实佣兵那边也没修，密码机会比较慢。现在的话，就是看一下这个闪现上面的博弈了。这边的话，想赌一下他的一个钻洞僵直，但神锥这里是拿捏的非常稳，并没有给机会。这边看短板在骗砖，哎呦，回头是撞
撞到这个板子了。其实还是得要去交这个闪现才行。对，那前面的话，解密码机我们看到整体是已经来了个将近3台。2台半左右吧，还行。然后这里等翻窗交闪，没有问题。主要这个点的话，其实洞的冲能也还没好。嗯。看一下第一波的救援。没错。感觉是有一波换位，想要佣兵过来先救一手。拉拉队员可以去中场去破译，然后让佣兵过来救完之后去补一下拉拉队员的遗产密码机吗？哦，他应该是佣兵的门还没开，对。因为前期其实也是卡窗了。对的。目的是亮掉了，我的目的没亮。那这样子的话，再进行一波追击到祭司。这里的思路好像是要往中场角落倒，但是中场是拉拉队员开的新密码机啊。对。这波感觉部署的会有点。哦，他们是想要拉拉队员先给古董商去叠基地，然后再让古董商过来这个角落 OB。对，但是就是问题就在于说，你3人去陪跑的话，可能效果不是很够，因为小丑这个点位是不太怕你去 OB。是，而且其实还是比较吃你 OB 的一个状态。这个加速给棍的话是打断了。这样的话，其实你是只有佣兵在外围破译。对，修的本来这个阵容已经修的够慢了，就是感觉更慢了。现在，都半状态了。这个我觉得是对于虫爱来说最想看到的局面。是的，而且你的激励其实也掉了。想过来给棍，但是根本跟不上，那只能补中场密码机。那现在我把人往地下室一挂，你中场又修不了。所以说拉队这边过来开中场密码机，我感觉是没有提前安排好密码机的一个分布吧。主要是拉队员给激励没太大必要。我觉得他是想要去一边破译，然后一边叠这个激励，就不会有一个跑图时间。但前提是你能帮上才行。那边的话是想赶紧调整一下状态，不然的话可能太危险了。已经发现到了古董商了。是的，但这样的话你一直追下去，其实闪现马上就好了。对。而且祭司那边其实也没能管，我一看你那边在调状态，我继续去准备闪现了。对的。然后这位置古董商直接一个短板博弈到了。但还差一个半台，还有2台小一团要补。这个半台基本上是开不了了。对于虫爱来说，现在他是完全可以处于一个游龙状态，就是他有一手底牌在。而且中间那台是一开就是40的那台少了。就你现在是陷入一个什么环节？陷入一个没有人可以抵抗得了宠爱这个无限锯的环节。就拉拉队员怎么扛压，对吧？佣兵怎么扛压？你唯一能扛压的就祭司跟古董商的这个道具了。很难，这边装好无限锯，然后再往外拉。这边也是排到拉拉队员，外围有拦截的说法，手上有底牌。但这个点的话，其实逃离那边也不好救啊，我直接传回去把你压回来。下去你怎么救呢？只能往外跑，这时候再补上一个无限锯。往外再拉，我知道你的转点路线。但拉队员本身他在牵制小丑上面，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小乏力的。我觉得他得卡这个大防窗，但没有卡。那这样子的话，给到一句倒地，上去再撞上。那边的话，冉维也是下去了，但你下去了之后，上不来，怎么活呢？对的，只要我这一刀命中任何一个人，我都可以去追另外一个人的双倒，因为我这边是给了张锯。是的。那刚才是装了一个张锯，你起来的一个时间会比较慢。对的。这边整个完全没效果，等这个结束再给一刀，直接击倒。那这边的话，佣兵也是没办法起来，因为要拉队员那边的话位置也是知道的，先把古董商挂上，然后再去找一下拉队员。无限推的话还有3个，主要是没有人可以去抵挡这个无限锯，真的就扛不住，扛不住。而且本来飞轮其实带的也是比较少的，这把其实就是古董商他带的一个飞轮。然后你像祭司跟佣兵，他都是带化险为夷的。没错，先把无限锯装了，这边等你交自起，然后再拉无限锯出来。而拉队员牵制小丑真的是恐怖故事。是的，哎，突然想起来，这个阵容跟 OPH 很配，就是大部分。那这样子的话，再给一句直接击倒，也是成功在上半回合给下一个4抓。
非常秀的一个博弈，因为然后再把你这个跛脚人的熟练度放出来，就是放出来，顺便试一下你的熟练度。这样的话，你可能之后对于一个双监管轮换，我觉得还是挺有优势的。是的，其实这个时候反而给到苏打一个很难的难题，就是什么？不打不行，我必须得打。对吧？这个时候我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对，来看一下区域选择是左边的古董商，然后红毯的野人，中场的幸运儿以及右边的心理学家，选在了大推。看一下苏打，哎，过来离得最近的是487，到487，但是感觉有点不太想管。是的，还是要往中场去找自己想追的。对，因为你看他其实整体的一个排点也是不太冲着这个487去。对的，但已经排到了小果冻的位置，手上是一个护腕啊，感觉转身为佣兵了呀。但是选佣兵怎么会有佣兵在场上呢？但是问题是你转生成佣兵是最不好的选择。对呀，一个护腕往回弹，然后进到小房里面，这边过来之后不敢翻，那拿刀拿得很快。前面飞轮好不了，再交个围龙过来控地，再给一刀。40多秒的一个牵制。是的，这个击倒时间太快了。我觉得前期爆点是不是有点没爆对？因为当时经过古董商之后，直线来的小房的位置的话，反而是让佣兵幸运儿这边是从中场拉到了小房点位。而且他也没有往回走。对，就大概来说，你可能是往小门去走嘛。对，就一般来说，你这样爆可能不管古董商，那你可能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对的。这边拦截一下野人。但是野人上出的话还是比较难拦截的，而且是吃一个0.25伤害，但愿力值还是省了很多，所以说月龙过来再给野人一刀。其实能够看到苏打他补脚的熟练度是有的。对。而且他下来下一波牵制，其实小果冻那边可能也拖不了多久。没错。两手空空，一个飞轮。想挤过去，但是挤晚了一点，飞轮躲刀。但是过去之后，感觉还是一个弹刀差一点，这样的话有机会呀，龙角掉了，还要再补一个龙。对。其实刚刚那波是不弹刀就倒了，但是可惜。也算是拖出了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吧。然后密码机的总量的话，我们看到也是2台多一点的一个情况。也对求生者来说，这局还是比较劣势的。然后得想办法看能不能再过来救援一波，拖一下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看到心理学家就往这边靠了，小天就往我这边靠了。不过小天这边也是多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所以还能再拖时间。好像打拦截这边也不好拦截，应该是稳定的一只前蛟龙。抬掉，再补上一个龙。看一下这波淘汰进度条，很极限了，很足，想打，感觉有点中不下来了。我的天，压迫感太足了，技也没救下来，然后还要倒在旁边，那就二手节奏无缝衔接。现在，那对球员来说压力还挺大的，现在就感觉得去想一下怎么去争啊。是的，因为这把的话，其实你现在过来救心理是已经没有化险为夷的。对。不过倒是也还行吧，因为心理他倒是有一点应激，只不过是可能作用也不是特别大。对的，因为毕竟我应激的话，我打你个0.25。对。小尾龙，同样故技重施吗？想去博弈。淘汰进度条也有点极限了。但这波的话是想打你一个直接救的。是，不过其实也还行吧，因为这把其实他们密码机还差1台半。他以为人是往里面钻了，对，有点错判野人的一个位置了。对的，但围龙拆掉，这边堵住了一个交互点，前面的话还能进板，那这样子的话，但是感觉进不了板。圈给到一刀。现在是把这个心理放在外面去破译。没有，是贴到脸上了。古董商在破译。对，古董商破译，这心理已经贴到脸上了。毕竟都是1挂嘛，就哪怕说你真的换抓心理也好，那也是一个同样是2挂的节奏。是的，而且能够让心理把这个化险为夷开出来。不错。然后这边也是往回跑，直接倒。另外一边野人往左边走。但这把他们差的密码机是比较多的，差一整台。
而且如果你选择让古董商过来帮，或者是说他过来救，其实野人他本身破译的也会比较慢嘛。是的。让487过来了。机关消倒是比较多。对，好消息就是机关消是满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看说这波就引下来之后能不能去把心理给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心理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但首先你得熬到野人那边能破译的差不多。都不敢破译啊，因为这边围龙一交过来的话，有可能会直接笼罩到这马基的一个月龙过来，想打古董商一刀没给到，再去逼多一个围龙。这样子的话，愿力值消耗的很多呀，我觉得苏打这里有点急了。来看一下这边等愿力值。但其实交这个围龙，感觉收益并不是特别高啊。对对对，一个月龙卡住了走位，想打针对，打到了古董商。密码机60的一个状态，而且愿力值不太够，只能先去管密码机。哇，感觉已经听到了小果冻的指挥。对，队友加求生者这边是非常的。不过其实也是给到了外围去调状态的机会，因为现在是保活了。对，有点这么说，因为你手里是交了3到4个围龙，所以说愿力值完全不够衔接了。是的，加上野人其实他现在下猪都有点不太好去下。对的。那现在下猪来了，下猪，我觉得苏打那边要不要去考虑一下？想传送落地，故意骗他传送落地的感觉是。那这个时候外围不状态，但是野人也是一个2挂的节奏。但是能够把野人先挂在这里。而且野人其实他是挂过的一个状态。主要是把人往这边一挂，密码机不好修了呀。65的密码机得新开一台。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野人他不太好下猪的原因。对，你只要敢下猪，我就盯着你有没有修，你一修我就来了。对的。看一下这波救人上面的配合。接一刀。那古董上还得保，野人上猪。那野人的话可以先不管，你心里同样也是刚刚挂过的。心里有个单飞轮，得自己去用飞轮躲掉这个围龙。另外一边抢密码机，躲是躲掉了，但是这里位置差一点。一个月龙过来，大空地，没有人帮他。那密码机的话马上就要够了，不过心里也没有回光返照。能不能再拖一波？好像有机会，来回钻啊，可惜了。也还行，因为没有回光返照。那2个人的话，其实也是知道你在小门2号去抢密码机的。没错。那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各点一门，但是有个问题是古董商点门很慢，然后野人的位置在脸上，而且其实你有一个跑图的时间，所以感觉如果野人处理的比较快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去拦大门的说法。找到野人了，古董商那边门已经点上，直接拦住，把猪打掉，围龙是消不掉的，再给一刀直接击倒。这样的话门的话，其实才刚点没多久，直接传送。手上有飞轮，机关消的话还有7成，道具会比较多，看能不能处理一下了。给一棍，那这样子围龙应该是能拆的。然后愿力值上面是不太够的，一个16的愿力值，我感觉这一局，而且其实已经拖出来了野人起来的时间了。那这样子的话，地窖就在脸上，我觉得不妙啊，感觉怎么？突然间局势一下子到求生者身上了，应该不至于吧？有飞轮，这边扭过来，飞轮躲刀，飞轮，然后再给棍，把罗威龙拆掉。但是还有一点时间，愿力值还是不够。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苏打这边是不能去踩这个板的，而且要等愿力值。想骗到了，是的，哎呦，我刚才说，但其实就不太够了，已经博弈的挺好的。对。就是其实他传送落地古董商，我觉得古董商已经是真的做的挺不错的。对，完全撑住了这个时间。那也是恭喜成都狼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